国有史以来涉及层次最高的一部反腐剧，开播至今近10年，没有任何电视台敢重播。听到反腐2个字，50多家投资方连夜跑路，《人民的名义》筹备过程比它的剧情还跌宕。导演李路拿着剧本跑了40-50家投资商，但人家一听反腐2个字，再一看演员阵容里全是老戏骨，没一个流量明星，上午签约，下午就赔违约金跑路了。可那点违约金对于整个项目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最后还有几千万的资金窟窿，剧组差点开不了机。没办法，总制片人高亚麟心一横，把房子和能卖的资产全卖了，凑了4000万砸进去。投完这个戏之后，他有10天半个月都不敢上床睡，生怕被老婆给踹下来。即便如此，剧组还是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全剧80多位演员，其中有多位国家1级演员拍了整整4个月，所有人片酬加起来才4800万。吴刚回忆，李路当时找他时很难为情，40多个实力派演员，片酬总共4000多万，还不如一个小鲜肉一部剧的片酬，问他愿不愿意来。好在这些老戏骨们对片酬看得并不重，所有人都是看剧本好，主动打折再打折，近乎友情出演，片酬都这样，道具就更别提了。演丁义珍的许文广，角色设定是穿名牌戴名表的贪官，但剧组买不起真东西，他就自己跑到地摊上花10块钱买了条仿名牌皮带，再加一块山寨表。李达康全程戴的那块手表，观众以为不便宜，实际是剧组花几百块从网上买的高仿。全剧总预算1.2亿，片酬搭景都紧巴巴，哪买得起几10万的真表？而这么一个穷剧组，对内容的较真程度却让人咋舌。编剧周梅森为了让剧情不悬浮，整整半年常驻监狱，面对面和多位落马的厅局级官员深度谈心，记录他们从初心纯粹到一步步被贪欲拖下水的全过程。前后7个月，100万字文稿反复删减打磨，才拿出最终剧本。开机后，最高检还派了专家全程跟组，剧情走向、台词、动作、官场细节都要严格审核。省委开会的座次、说话的语气方式都反复核对，审讯流程、抓捕画面全部逐帧审核。剧组每天拍了改，改了拍。开拍前1个月，李路还带着主创们进驻最高人民检察院，体验检察官的工作和生活。全剧采用同期声，不用后期配音，演员台词必须背得只字不差。在真实感上，剧组更是下血本。赵德汉被查抄现金的那一段，点钞的不是群演，是在职的专业银行职员。那段20秒展示6种点钞手法的戏，扮演者是参加过数钞技能大赛的选手，出镜的警察、特警也全是在职人员，动作和着装完全写实。剧中甚至有一位纪委书记是货真价实的检察官本色出演。剧组穷，演员们不但不嫌弃，还自掏腰包往里贴。演高育良的张志坚受不了剧组给配的地摊戏服，自己掏7000块定制了一套干部服，又觉得剧组配的眼镜撑不起省委副书记的气场，再花6000块重新配了一副黑框眼镜。演赵瑞龙的冯雷，剧里穿的皮衣、皮包、皮鞋全是自己买的，这些东西折合下来可能比酬金还高。这就有意思了，一个穷到道具都买不起的剧组，为什么所有人在内容上反而1分钱都不肯省呢？因为他们尊重作品，尊重观众，没有流量明星，没有巨额宣发，这部剧能靠的只有内容本身，所以他们打磨剧本、演技、细节，力求最好的呈现。后来这部剧单集收视率破7，网络播放量突破210亿，刷新了省级卫视10年来的收视纪录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产反腐剧天花板。现在的剧越来越不好看，缺的恰恰是对内容和观众的尊重。